雨天别跑出去买东西，不然可能就遇到一个美少女老婆。藤宫一眼认出这是校花真宙，立刻转身要走，但他发现真宙似乎在哭，还是决定回头把伞递到她头上。这成了藤宫和真宙的初次对话。他二话没说把伞给了她，然后自己一个人提着东西走了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就发烧了。然后他看到门口围着真宙的人群，真宙在学校里可是个大人物，不只是长得漂亮，对人也特别和善，成绩一直都是年级第一，还特别会运动，大家都偷偷叫他天使大人。这位天使大人从不占人便宜。藤宫一到家就看到真宙来还伞了，他因为自己借了伞让藤宫受凉，感到很内疚，看到他连走路都摇摇晃晃，就扶他进了屋。谁知道一开门屋里乱得很，真是无地自容，连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放。真宙让他先去换衣服，说他等会儿就回来，因为他俩其实是邻居。藤宫回到家就倒头大睡，醒来时真宙正坐在床边，还帮他贴了退烧贴。看到藤宫醒了，他递给他体温计让他自己量。藤宫无意识地掀起衣服，吓得真宙赶紧闭眼，还埋怨藤宫太随便了。然后他去煮了碗热粥，吃饱喝足后，藤宫就问出了心里的疑惑：为什么昨天下那么大的雨，真宙还坐在秋千上？难不成是和男朋友吵架了吗？不经意间了解了校花的爱情生活。话说藤宫的情商也不低，真宙马上就澄清了。她说她现在没有男朋友，也没有打算找男朋友，其实她那天只是想静静，所以对于自己害藤宫感冒感到很抱歉。藤宫却说没事，毕竟他也照顾了她，觉得这样他们就算扯平了，自然的保持了些距离，而没有趁机靠近，这真是明智的远虑啊。第二天藤宫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虽然嘴上说以后不太可能再有什么交集，但他们毕竟住得挨着，晚上出去赏月时还是遇到了对方，发现藤宫竟然拿果冻来顶饭。真宙的母性本能爆棚，这是藤宫自从独居后吃过的最好的饭。送饭过来时，真宙让他别有压力，他说这只是他想做的事，实在看不下去藤宫这种随便的生活方式。藤宫也只好接过饭来，甚至差点叫出天使大人是妈妈。从那之后，真宙就成了他的日常送饭人。他说他做饭总是做多，有藤宫帮忙吃正好。藤宫也习惯了，第二天把餐盒洗干净还他。就这样，他们的不可思议日常开始了。连藤宫的好朋友阿树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，之前总是面色苍白，看起来很不健康，这几天看起来精神多了。阿树就问藤宫是不是因为饮食改善了，真得说能成为藤宫的朋友，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。放学后的某天下午，藤宫难得去超市大采购，没想到碰到真宙在特价区犹豫，但商品限购1瓶，藤宫就主动提出可以帮他一起买，确实欠了他不少人情。但他没料到，表面上的大小姐真宙买东西时竟这么会省，毕竟靠家里的钱生活，确实应该这么做。话一出口，真宙的表情明显变了，接着提到家里的支持，自然就得节约使用。藤宫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，因此在付账后主动提东西，还特意先行离开，避免被学校的同学看到他们一起，那样会引来麻烦。因为真宙最近开始干涉他的日常，藤宫感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索性决定周末彻底大扫除。正巧被真宙撞个正着，他早就看不顺眼藤宫家的乱糟糟，抓住机会主动提出要帮忙清理。在真宙的带领下，原本无从下手的藤宫突然变得能干起来，条理的把屋子里外整理一新。真宙想要帮忙清理空调上的灰尘，不料不小心踏到了地上的衣服，结果滑倒正好落在路过的藤宫身上。这一幕有些暖意，但真宙接下来的话瞬间打破了这份温暖。他告诉藤宫，正是因为这种事才需要打扫，他们用了整整1天，终于让藤宫的房间焕然一新。藤宫不忍心再让真宙帮忙做饭，就直接订了披萨作为晚餐。这还是真宙第一次尝试外卖，因为他家里有佣人做饭，藤宫因此对他的生活背景更加了解，不仅人美，家庭条件也很优越，真是名副其实的天使大人。通过这些日常的相处，他们渐渐变得熟悉起来，可以随便开玩笑了。就在真宙回自己房间前，藤宫还忍不住问了他一个问题：每天准备一份饭给自己有什么好处？真宙还是让他别想太多，他其实只是想展示自己的厨艺。藤宫又不是那种爱多想的人，也不会因此添麻烦给他，只是单纯觉得他做的菜好吃，这让真宙觉得挺轻松的。当然藤宫那生活习惯他也看不过眼，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，反正对他们俩来说都有好处，藤宫也只好接受这个理由。结果今天放学时又在路上碰到真宙，身上还沾满了不知是猫是狗的毛，原来是真宙在救一只树上的猫时不小心扭了脚，虽然他没说，藤宫还是注意到了，就跑去附近药店买了酒精和膏药，然后把自己的外套给了真宙，让他脱下连裤袜处理伤口。说完就故意转过身去，听着他背后的响动，脸不红心不跳。真宙看着他的背影感到很开心。等真宙脱完袜子，藤宫再转过身来，亲手给他的脚踝冷敷，还仔细地贴上了膏药。处理完伤口后，又从包里拿出干净的裤子，然后背起真宙就往家走。一直以来都是真宙照顾藤宫，直到今天他才感受到藤宫的绅士风度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不知不觉变近了。体育课上对视就会不自觉地笑起来，让周围的男生还以为天使大人在对他们笑，感觉像是偷偷摸摸的暧昧。这些男生不过是他们戏中的一部分。到晚上，真宙送来了迄今为止最丰盛的晚餐，还有洗干净的裤子。
藤宫打开便当盒，他特别爱的是可乐饼，只是已经不热了，得放进微波炉里转转才行。偶尔还是想吃个热腾腾的，这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可是意识到这样可能会让真宙误解自己想去他家吃饭，藤宫急忙澄清自己不是这个意思，平时还要求别人做的饭菜，真是脸皮够厚的。没料到真宙并不介意，他还主动说如果能分担费用，就愿意到藤宫家做饭。藤宫自然乐意其成，免费吃喝这么久，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了。于是两人愉快地决定了，这也说明真宙非常信任藤宫，竟然敢和他独处。当然，这也因为他对自己的武力很有信心，只要藤宫有什么非分之想，他立刻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，让他后悔莫及。但最关键的是，真宙认为自己并非藤宫喜欢的类型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以他们平常的接触频繁度，藤宫早就行动了。从那天起，真宙开始在藤宫家做饭，因为他从未亲自下厨，藤宫家的厨具全是新的。而当真宙做饭时，他就只能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等，觉得自己对厨房一窍不通，进去也只能帮到忙。一旦孤身一人，就开始胡思乱想，看着真宙在厨房的背影，总觉得他像极了妻子。不久，真宙就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，藤宫也是吃着吃着不停地夸奖，对厨师来说这是莫大的安慰。饭后，藤宫主动去厨房洗碗，两人的生活就这样继续了。而藤宫的密友阿树是个幸福的人，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朋友千岁，他俩特别爱在藤宫面前秀恩爱。考完试，干岁总是第一个冲过来找阿树，阿树乐呵呵地摸了摸女朋友的头，还催藤宫快点找个女朋友，说这样他就不用老是羡慕他们了。藤宫其实早有个完美的邻居了。洗完碗的藤宫从厨房出来，看见真宙在对答案，就顺口问他考得怎么样。真宙说只要没意外应该是满分，他甚至已经开始预习下一年的内容了。这学霸真是让人害怕。藤宫忍不住感叹，你真是个勤奋的人。真宙却说不努力不行，说完就拿着东西回房间了。不过不小心把学生证掉了，藤宫马上捡起来还给他。注意到学生证上写着真宙的生日，发现他的生日只有4天后了，所以第二天趁真宙做饭时问他想要什么礼物。这位美少女最想要的竟然是磨刀石或者新菜刀，藤宫只好去找朋友商量。阿树毕竟是个有女友的幸福人，就建议藤宫送些日常用品或者消耗品，像护手霜这样的东西人们比较容易接受。他还把这事告诉了自己女朋友。下课后，干岁就缠着藤宫问他是不是在跟哪个女生搞暧昧。为了不给天使大人惹麻烦，藤宫没透露任何关于他的信息，干脆只能给了些普通的建议，比如说送个玩偶之类的。藤宫听了就开始犹豫不决，心想他一个大男人去买玩偶确实有点尴尬，就硬着头皮让干岁陪他一起去，还请他和她男朋友一起吃了甜点。晚上回到家就把礼物交给了真宙，真宙却说他从不过生日，藤宫只好把礼物袋放在他腿上，那我就不算他是生日礼物好了，就当是感谢真宙平时对我照顾的小回报。真宙没办法，只能接受这份礼物，打开一看是一盒护手霜，对他这种常做家务的人挺有用的，但是还有别的东西在里头。真宙一看是个小熊玩偶，明显看起来比护手霜更合他的心意。看他明明那么高兴，还得强装镇定，藤宫看着也心里一动。紧接着他就告诉藤宫，这是他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礼物，他从没告诉过别人他的生日。他其实很讨厌过生日的，通常也会害怕陌生人或不熟的人送礼，即使别人送他也是不会收的。但他这次却收下了藤宫的礼物，因为对他来说藤宫已经不是陌生人了。真宙抱着小熊温柔地看着藤宫，藤宫突然很想摸摸他的头，但最后还是忍住了。到了周末，藤宫妈妈难得来他这儿检查一下，看到家里这么干净还挺吃惊的。再看看藤宫脸色好多了，可见他平时吃的还不错。藤宫妈真的挺高兴的。其实他不知道藤宫房间里藏着个美少女，真宙在藤宫妈来之前就过来了。藤宫担心妈妈会误会，赶紧把她藏进了卧室，打算找机会让妈妈离开，好让真宙趁机回他自己家。谁知藤宫妈敏感地察觉到房间里有别人的存在，就赖着要去藤宫卧室看看，结果发现一个超可爱的女孩子坐在床上抱着抱枕打盹。藤宫妈当场就激动了，我儿子居然也能泡到别人家的姑娘，而且还是这么漂亮的姑娘。加上真宙刚睡醒还迷糊着，下意识就叫了声妈妈。接二连三的越说越深，妈妈已经把她当成未来的儿媳妇了，一把抓过她的手，非要让她好好照顾自己的宝贝儿子。藤宫对妈妈的性格太了解了，只好抱歉的让真宙别辩解了。他妈兴奋起来根本停不下来，直到妈妈稍微冷静了点，俩人才把关系给说清楚。听说真宙并不是自己的儿媳妇，妈妈略显遗憾，马上开始极力给自己的儿子做广告。虽然我儿子不太会说话，也不太直率，但他人老实又懂礼貌，而且之前也没怎么接触过女生，所以真宙你就多多包涵他吧，把他所有的事都给揭开了。说完就快速拿包离开，留下空间给两个年轻人单独相处。真宙其实挺中意藤宫的妈妈的，因为他一见面就叫他名字，他父母从来都没叫过他的名字，这让真宙感到非常高兴。听他这么说，藤宫很自然的也叫了声他的名字。两人还约好以后独处时就直呼对方的名字，在外人面前还是装作不熟。藤宫还把家钥匙给了真宙，以此表达对他的信任。
真宙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。几天后，他们的期末成绩出来了，真宙还是老样子，考得很前面。周围的同学都在感叹天使大人果然名不虚传，感觉他们的智商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。了解真宙私下多努力的藤宫，也不由得为他感到不平，把别人的努力全归因于天赋，这种看法其实也挺不公平的。于是为了庆祝真宙考了第一，显然真宙也从没享受过这样的奖励，所以他很开心地拆开蛋糕就大吃起来。看到藤宫一直在看自己，以为他也想尝尝，就拿叉子给他插了一块。藤宫接过叉子直接吃了，然后也给真宙插了一块。这时真宙才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有多温馨，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感情。藤宫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要不然就被天使邻居惯坏了，于是周末就自己去买菜，打算亲手做顿饭。刚好在门口碰到真宙，真宙知道他想学厨艺，就说可以帮忙指导，让藤宫自己先试试。不过做出来的味道要么淡而无味，要么味道奇怪。真宙就拿出自己做的样板，果然还是他做的好吃。他觉得藤宫已经很用心了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做的想法，但他担心如果藤宫学会了做饭，他就没借口来这了。藤宫急忙说不是的，说他还是想吃真宙做的。这话让真宙开心坏了，当然以后藤宫也是要独立的，他决定以后让藤宫也来帮忙，两人一起做饭，想想都觉得满满的爱意。转眼就快圣诞节了，千岁提议开圣诞派对，藤宫想了想还是答应了，但要求派对在晚饭前结束，他想和真宙有个美好的二人世界。回家后他问真宙有没有计划，告诉他朋友们想来开派对。真宙马上就明白他的意思，说他会等他们结束后再来，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过节。这话让藤宫感到了些许内疚，为了补偿，他邀请真宙圣诞前夜和他一起过。真宙也乐意答应，还说想尝试下他的游戏，他以前没玩过这类游戏，藤宫自然是没有拒绝他。等到圣诞节快到了，千岁和阿树按时来到他家，干脆一进门就敏感地感觉到了别人的存在。藤宫赶紧转移话题，告诉他们在别人家要别太秀了。这时干脆开始提真宙，说他之前看到一群男生一起跑去邀请真宙过圣诞，但他直接拒绝了，还说自己那天已经有安排了。这是藤宫倒是头一次听说，毕竟他平时见的都是另一面的真宙。他们正聊着呢，突然外面下起了雪，千岁和阿树立刻跑去阳台看雪，气氛突然有点尴尬，藤宫只好也把真宙请过来，跟两个朋友说明了他们的关系。藤宫赶快解释，说是因为自己不搞那些小心思，真宙才愿意帮他做饭。两个朋友只是一笑了之，然后在藤宫的强硬态度下，保证绝对保密。千岁本来就很直爽，对真宙这个美女一直很好奇，自然是要好好亲近一下，结果刚伸手就被藤宫拍开了。千岁只好作罢，了解到真宙不太熟络后，就主动伸手邀请他从朋友做起。阿树也偷偷告诉真宙，如果藤宫欺负他随时找他。看着藤宫和他朋友闹腾，真宙心里既羡慕又开心。藤宫看到自己的朋友都在向真宙示好，心里竟然有点不是滋味，因为他已经不知不觉开始觉得真宙应该只属于自己，希望他只对自己这么放松。两人偷偷摸摸的接触就挺好。不一会儿，真宙端来了晚上做的炖菜，藤宫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洗碗时好奇地问起真宙是从哪学的这手艺，真宙说是以前照顾他的人教的，那人还告诉他要抓住幸福的关键是人的胃。藤宫听了不由得感叹，对他而言，真宙做的就是幸福的滋味。真宙听后竟然有点害羞，好像很少有人这么夸他，简单的夸奖就让他开心不已。厨房收拾好后，按计划开始玩游戏。真宙是个游戏新手，什么都不擅长，只好求助地看向藤宫。藤宫无奈坐到他旁边，手把手教他怎么操作，不小心靠得太近了，突然意识到这个距离，忙不迭地往后一退。真宙说他也不讨厌这种情景，所以他不用太介意。接着又玩起了赛车游戏，身体随着屏幕的车身摇摆，不小心就趴在了藤宫的腿上。这游戏玩的两人好亲密。藤宫拿出了准备好的圣诞礼物，是精心挑选的钥匙包，因为他曾给真宙一把家的备用钥匙。看到钥匙包，真宙也夸赞了藤宫的眼光，还说虽然他总用刘海遮脸，但其实挺帅的，边说边把他的刘海掀开，完全没意识到这动作多温馨。藤宫也顺势掀开了真宙的刘海，两人此刻正互相摸着对方的脸，突然涌起了想亲吻的冲动，清醒一下后赶紧松手。真宙也拿出了给藤宫准备的圣诞礼物，是条漂亮的围巾。藤宫也赞不绝口，说真宙的笑容真的超级迷人，不拿出来晒晒太可惜了。真宙一听这么实诚的夸奖就害羞了，羞得用围巾直接罩住了藤宫的头，羞怒之下头也不回就走了。俩人一个接一个的走到阳台上看夜空，藤宫觉得他穿的太少，就给他披上了毯子。慢慢的他也开始习惯这样的生活，甚至开始喜欢上了这种日子。谁知第二天真宙就病了，他还坚持要下床做饭，藤宫一看不行，就霸气的把他抱回床上。病了的真宙看起来弱多了，还在那儿撒娇要藤宫陪着，藤宫就递过去手让他握着。真宙握着藤宫的手渐渐安心入睡，等他再次醒来感觉好多了，藤宫还特意熬了粥给他。粥吃完他又有点失落，藤宫决定留下来陪他聊天。真宙说他生病还是头一回有人这么照顾，
原来照顾他的佣人小雪下班就走，小雪是他的家政人员。藤宫这才明白，虽然真宙家境不错，他的生活却挺孤单的，不由得心生怜惜，就更加用心照料他，让他握着自己的手睡觉，却发现自己也舍不得松手了。新年当天，两个人就一起跨年了。藤宫的朋友和妈妈还特意发信息问候，询问他和真宙的最新情况。他爸也打来电话问能不能后天过来。藤宫正想和真宙商量一下，转头一看他已经靠在他肩膀上睡着了。毕竟他今天忙了一整天，本来想叫醒他去房间睡，他睡得太熟，一晃就滚到了他怀里。藤宫舍不得叫醒他，就轻轻地把真宙抱到他的床上，接着自己去沙发上睡。结果他一直没睡着，而真宙却迟迟未醒。他睡着时的样子真的太可爱了，忍不住轻轻摸了摸他的脸。一开始真宙眨了眨眼，但看到是藤宫，竟然又睡过去了。藤宫无奈只好轻揉他的脸颊，终于把他给揉醒了，急忙解释说自己没有其他意思。真宙后知后觉地感到害羞，还归咎于藤宫的行为，责怪他一大早就摸他的脸。他原本打算假装睡过去的，可藤宫觉得这手感上瘾了。藤宫听了也哭笑不得，这姑娘对男性真是太不设防了。他还特意提醒了他几句，其实真宙因为是他才会这么安心。第二天，藤宫的父母来访，真宙已经在房间里等候。他之前和藤宫妈妈交换了联系方式，两人一直保持联系。这是他第一次见藤宫爸爸，他和活泼的妈妈相比显得更稳重。尽管是藤宫父母的房子，作为外人的真宙却熟练地为他们泡茶，这让藤宫的妈妈相当满意。直到他们未进行新年参拜前，藤宫就拿出了准备给真宙的和服。天生丽质的真宙穿上和服后更显清丽，藤宫都不太敢直视她。出门前才夸奖真宙今天特别美，真宙也轻声回赞他今天很帅。这句话立刻触动了藤宫的心。到了神社后，真宙的美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，藤宫心里可能也在暗暗嫉妒。参拜完后，两人直接去买了点甜酒和红豆汤。藤宫忽然说想尝尝真宙手里的红豆汤，真宙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汤杯递给了他。接着他也想试试藤宫的甜酒，这不就等于间接接吻了吗？但真宙似乎特别在意这点。藤宫其实经常和阿树还有干碎这么干，这在朋友之间很正常。听藤宫这么一说，真宙有点不高兴的又喝了口甜酒。他表示他和藤宫也是朋友，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晚上换好衣服，真宙准备回家。藤宫看他这么听话，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头。真宙好意的提醒了他，随便摸女孩子的头可不是好习惯。嘴上虽这么说，其实他并没有真的介意。但藤宫接着告诉他，他只摸他一个人的头。这话让真宙顿时心乱如麻，气呼呼的跑回家了，却在关门前小声骂了藤宫一声笨蛋。几天后，他们一起送藤宫父母回家，然后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模式。但有关真宙的小道消息不知怎地在学校传开了，说真宙偷偷谈了个男朋友，新年那天还和那男生手牵手。幸好没人认出那是藤宫，毕竟平时藤宫的刘海都遮住了他的帅。那天他特意把刘海梳起。回家后，他们也聊到了这件事。真宙已经极力向那些人否认了，不管他们信不信，接下来只能等着谣言自己消散。他忍不住有些担心，问藤宫他们看起来真的像情侣吗？藤宫却说他这种人不配做她男朋友。这话直接戳中了真宙的痛处，他可不喜欢藤宫这种轻视自己的态度。在他看来，藤宫本是个心地善良又体贴的好人，仿佛要证明些什么似的。真宙就不停地夸赞藤宫的种种好，结果夸的藤宫都不好意思了，气氛一下子就变得有点尴尬。藤宫赶忙起身去洗碗，看到真宙抱着抱枕捂着脸，藤宫心里觉得挺好笑的。既然这么害羞，干嘛还非得亲口说出来？过完新年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情人节了。千岁暗示藤宫可以趁机靠近真宙一些，还特地去请教真宙怎么制作巧克力。到了情人节，不只是给自己男朋友准备了巧克力，还担心藤宫收不到，特意也给他准备了一份。藤宫之前说过不喜欢太甜的，所以特别体贴的准备了不同口味，比如甜椒或者芥末口味的，保证不会太甜，担心朋友一不小心就吃出问题。阿树还提前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，还偷偷问他会不会收到真宙的巧克力。一提起这事，藤宫就烦躁，看来真宙根本没有要送他巧克力的打算，所以直到放学他就只收到了干碎的那份，和校草简直是天差地别。看到校草的桌上堆满了巧克力，他估计都拿不动了。藤宫好心的给他提供了个购物袋。回家后，他开始尝试干碎的黑暗料理，第一颗就尝到了花椒味。真宙马上给他冲了杯热可可，听藤宫夸奖这可可好喝，真宙突然有点害羞。藤宫这才意识到，以前真宙总是给他倒牛奶，难道是因为情人节特别冲的热可可吗？居然真宙自己说了出来。还有呢，不只是热可可，他还特意做了巧克力橘子片给藤宫，为了藤宫不太喜欢甜的口味，真是太贴心了。毕竟最懂得怎么疼爱自己人的还是自己人。第二天，藤宫一放学就直奔回家，结果真宙已经在他家等着了。藤宫就开始询问真宙想要什么样的回礼，他总觉得自己总是麻烦到真宙，想要尽可能的回报他，当然也别期待太高，就像那个熊公仔，
还特意问了一下藤宫的生日日期，原来是11月8号。那时候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。想到去年错过了藤宫的生日，真宙保证今年一定会陪他一起过。说完这话，他才意识到似乎有点过于亲密了。虽然真宙之前说过不用回礼，藤宫还是决定去买点什么。最后在店员的推荐下选择了一款手链。白色情人节那天，他特别精心打扮后去敲了真宙的门。真宙看到藤宫把刘海梳起来的样子，心里就好像小鹿乱撞似的。打开礼物一看，除了手链，还有一张藤宫亲手画的愿望券。他决定不等了，现在就用这张券，让藤宫亲自给他戴上手链。藤宫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戴上了手链。手链非常适合他，但在他眼里，真宙的笑容比任何饰品都要璀璨。藤宫此刻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但是不确定真宙怎么看待这一切，心里还担心作为校花的他可能不会看上自己。回到家，看到真宙围着围裙的样子，突然注意到他手上没戴手链，一急忙就抓住了他的手腕。这时才想起来真宙不太喜欢别人碰他，但真宙脸红着说他并不讨厌藤宫碰他。他说不戴手链是因为怕做家务时会磨损他。跟他说完这个理由后，就看着他回房间去换衣服，感觉自己像个真正的新婚妻子似的。快到春假了，他没地方可以去，只能暂时搬到藤宫家住一住。在这里，他的表现简直就像这家的女主人。第二天干脆就闹着要吃真宙做的饭，他也来了。晚上甚至在真宙家过夜，还趁机发了张真宙抱着小熊的照片给藤宫。藤宫虽然嘴上叫千岁笨蛋，手上却还是忍不住把照片保存了。不知不觉3天的借住就这么结束了。接下来的2天春假，阿树打算直接住在女朋友家。真宙和藤宫终于又能独处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傍晚，藤宫出去扔垃圾，突然在门口看到真宙，他正和一个气场全开的女人说话，看起来特别难过。他拎着垃圾就回家了，正好那女人说完话就走了，藤宫就直接带真宙回自己家了。这才发现那女人竟是真宙的妈妈。原来真宙的爸妈是因为家庭利益才结婚的，本来他们并不想要孩子，但意外一夜之后就不小心怀上了，没办法只好将孩子生下。真宙的爸爸平时不回家，他妈妈也不太待见他，他几乎是由保姆养大的。无论他多努力多出色，他的父母从没真正关注过他。有了真宙这个孩子，他们也无法轻易离婚，谁也不愿意抚养他，所以打算等真宙大学毕业后，他们3个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互不相干。这次真宙的妈妈来是为了告诉他这件事，而且早在那之前就说过了。正是藤宫第一次和真宙说话的那天，他一个人站在暴雨中的街头绝望失措。听到这些，藤宫再也忍不住，直接把真宙紧紧抱进怀里。他明白自己没权利去评论真宙的家庭，但他愿意成为他的倾诉对象，只要真宙需要，随时都可以在他这里释放自己的情绪。真宙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，趴在藤宫胸前痛哭流涕。哭过之后，真宙也释然了，明白再怎么尽力，父母的态度也难以改变，不如就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就算别人不喜欢他的真性情也没关系。藤宫却说他更喜欢真宙的真实面，不只是他喜欢，千岁和他的父母也都很喜欢，所以真宙可以更加放纵些。于是放纵的真宙向藤宫发出了请求，让他好好抓紧我。说完就扑进他怀里，紧紧不放开。抱完后才开始感到害羞，然后建议和藤宫一起出去走走。不久后就要开学了，真宙其实很期待新的班级分配，因为他和藤宫现在不在一个班，也许新的分班能让他们在一起。想到这儿，他又情不自禁抱住了藤宫，感激他一直在他身边。如果他孤单一人，他绝对无法承受。正好春风拂过，空中飘落无数樱花。真宙看到这幕说他不太喜欢春天，因为每年开学典礼都没人会牵他的手陪他一起走。藤宫就承诺一定会陪在他身边，然后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这一刻，他开始喜欢起春天和樱花来。新学期一开始，他们4个人都被分到了同一个班，校草也在他们班上了。藤宫和真宙的甜蜜伴同居生活还在持续，基本上除了夜晚睡觉的时间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。真宙还主动提出让藤宫枕着他的大腿，就因为他想摸摸他的头发。在这种舒服的抚摸下，藤宫差点睡着了。2个人就这样享受着安静的时光，边聊天，聊着聊着，藤宫就真的睡着了。醒来时还是躺在真宙的大腿上，虽然真宙一点也不介意，藤宫也就没多说什么。第2天放学后，他们一起去了游戏厅，藤宫抓了好多娃娃送给真宙。真宙特别喜欢这些可爱的小东西，毕竟是藤宫亲手抓的呢，他也想做点什么来回报他。藤宫就说想吃加了很多鸡蛋的布丁，真宙就按照他的愿望做了，他亲手做了他最爱的布丁。这下藤宫好像开了挂一样，吃个布丁都能把真宙夸上天。之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会说好话呢？偶尔夸1-2句还行，这么不停的说甜言蜜语，连真宙都受不了，害羞得跑回了客厅。因为他们关系越来越近了，真宙开始有点不满，在班里不能随便和藤宫聊天，明明阿树和干穗都可以随便聊，自己却得装作不熟的样子。晚上回家，他就向藤宫抱怨这件事。藤宫很高兴他能说出心里话，也很高兴他愿意主动接近他，但如果他们突然关系变近，肯定会引起同学们的猜疑，所以还是得慢慢来，先从分组作业做起。真宙就这样自然地融入了他们的小团体，4个人在烹饪课上成了一组。这种课对真宙来说轻而易举，很快就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，然后和藤宫一起去冰
箱拿沙拉，在路过别的组的时候，正好碰到那边两人在吵架。突然一个要秀一下颠锅的技巧，结果一颠不小心把锅里的肉和油差点全泼到真宙身上了。幸亏藤宫反应快，拉他一旁，还温柔地教育了那俩同学。回到自己组时，阿树和千干岁已经把饭盛好了，千岁还感叹藤宫出手挺大胆的。藤宫急忙解释说，不是因为喜欢才碰真宙的。这话听在真宙耳里就像是在嫌弃他似的，明明知道他是为了不让别人怀疑他们，心里还是不由得有点生气。回家后就对藤宫撒了点娇，本来有点闹别扭，但一摸头就没事，马上就要放长假了。藤宫和真宙假期都挺闲的，真宙拿出之前得到的心想事成券，让藤宫陪自己一整天。那一天他得完全听他的。面对真宙那求助的眼神，藤宫根本没法拒绝，两人就开始计划那天要做什么。但在那之前，干岁要来跟真宙学做饭。两人忙活的时候，藤宫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醒来时，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大桌，只是真宙有点欲言又止。等干岁走后，才跟藤宫坦白，其实在他睡觉时，他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发，还捏了捏他的脸。藤宫表示理解，毕竟脸软软的，摸起来真的很舒服。他平时也经常忍不住要摸摸真宙的脸。说着就伸手摸了过去。明天就是他们约好一起出去的日子。真宙问藤宫最喜欢他什么样，第二天就按他喜欢的样子打扮，还特意把头发盘了起来，抬头问藤宫好不好看。藤宫夸他像往常一样可爱，看来他是天生的恋爱剧主角啊，真会说话呢。俩人先是去了家猫咖啡馆，点了杯超萌的猫咪咖啡，那猫咪图案可爱极了。真宙一时半会儿都下不了口，可惜了，不喝的话也太浪费，只好小心翼翼地试了一小口，结果咖啡泡沫弄了一嘴的白胡子。藤宫忍不住拿出手机来拍，还得到了真宙的允许，保留了这张照片。之后他们各自抱起一只猫咪，藤宫心里觉得真宙和猫咪挺像的，初见时高冷难接近，熟悉了就喜欢撒娇。离开猫咖后，他们去了商场。真宙在试衣间换衣服的时候，藤宫竟然被一位大姐姐搭讪了。真宙出来正好看到这一幕，立马挽着藤宫的手臂，明确自己的地位。没想到抓娃娃归来，竟然碰到了校草门胁。门胁看到他们一起逛街，也是一脸惊讶，很快就洞察了他们的关系，还承诺绝不会告诉别人。最后他们手牵手一起回家了。第二天，藤宫在门胁和阿树面前坦白了自己对真宙的喜欢。没想到回到家就看到真宙在看他小时候的照片，照片是他妈发过来的。因为藤宫有段不为人知的过去，他赶紧上前想夺回手机，看看妈妈有没有发什么不应该看的东西。结果一慌张，不小心就把真宙压在沙发上，这一下子两人的姿势暧昧到不行。还好没有他不想让人看到的那些照片，藤宫这才松了口气，却没注意到真宙那心动的模样。藤宫到底害怕别人知道什么秘密呢？原来他家庭条件也挺好的，父母都很开明，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他，本性单纯又纯真，说的不好听点就是容易被人蒙蔽。他原以为班上那些跟他走得近的同学都是真的想跟他成为挚友，有一天他无意间听到了那几个人私底下竟然在说他的坏话。藤宫出现时，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错，甚至还当面告诉他，他们只是把他当作好利用的对象。自此之后，藤宫就开始不时的怀疑自己，也没再有勇气去交新朋友。最后实在是在老家待不下去了，索性一个人搬到这边来住，开始新生活。听完这些，真宙忍不住觉得藤宫很可怜，立刻说如果他当时在场，肯定要教训那帮人一顿。但藤宫却担心自己心爱的人受伤，看到了吧，这就是有人疼的好处。这也让真宙更加理解藤宫了，知道他不仅人好，还很贴心，也感受到他心里的脆弱。对一个人的怜悯往往就是爱的开始。他把藤宫的脸捧在手里，向他承诺愿意接受他所有的不开心，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，就像他一直在做的那样。然后就把他紧紧抱在怀里，轻轻地拍着他的背，安慰他。这算是对他上次拥抱的回应。藤宫终于忍不住了，也紧紧地回抱了他。他决定要努力变得更好，以便和真宙肩并肩。第二天又有几个女生过来问真宙那个在谣言中的男生是什么关系。真宙直言不讳地说他对他很重要，如果他敷衍了事，肯定又会有谣言四起，这种事藤宫肯定会多想。所以放学后他就提醒真宙还是要注意分寸，连天使都敢面对，他在害怕什么呢？真宙也希望藤宫能对自己更有自信，累了就跑来他这儿撒娇，当然得有所回报。藤宫脸红了，问真宙要什么回报，没想到他说出来的竟然是要陪睡。话还没说完就感到害羞，急忙改口说摸摸头就好，还补充说他很喜欢这个。那晚真宙脱掉了外套，穿着睡衣趴到藤宫身上，还慢慢向他的嘴唇靠近。可是紧接着藤宫就从梦中醒来，原来这一切只是场春梦。梦醒后他整天都刻意避开真宙，真宙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晚饭后他直接问起藤宫，藤宫怎么可能说是因为做了那样的梦，只好含糊其辞提醒他别再勾引自己。结果真宙非要追问清楚，问梦里的他是怎么撒娇的，这是什么新型的害羞游戏啊？藤宫当然不好意思说，但看到他那么尴尬，真宙也就不再追问了。很快他们的期中考试安排就定下来了。
藤宫和真宙都是学霸，阿树他们的成绩就有点悬，所以大家决定在藤宫家集体复习。藤宫以前一直是年级前30，对这成绩还挺满意，所以之前没啥动力。但他现在想跟年级第1的真宙并肩，这次非得挤进年级前10不可。为了激发他的斗志，真宙就答应了他。如果他能做到，就满足他一个愿望。单纯的藤宫提出的要求只是要个锡枕，真宙觉得这请求太简单了，于是额外加送了个掏耳朵服务。周末到了，千岁、阿树和门胁3人一起来了。阿树和千岁在藤宫家已经习以为常，但门胁还是觉得有点惊讶。他之前还真信了这2个人的胡话，原以为他们只是一起做饭吃饭呢，没曾想他们几乎已经是半同居状态了。学习了整整1天，2个人把朋友们送走之后，很快中考的成绩就出来了。真宙还是稳居年级前茅，藤宫也如愿以偿进了前10，取得了第6的好成绩。这意味着他能得到真宙的特别奖励了。一整理完厨房，真宙就坐在沙发上轻拍自己的腿，示意藤宫快来躺上来。美少女的大腿自然是超级舒服的，何况还加上了掏耳朵服务，把脆弱的耳朵托付给别人也是一种信赖。藤宫却能很快就放松下来，甚至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掏完一边后，真宙叫他换个方向，藤宫本来就要转过身，却瞥见真宙的黑丝和短裤边的完美区域，只好闭上眼睛努力不去看。结果掏耳朵变成了一种甜蜜的折磨。掏完后，藤宫就让真宙继续抚摸他的头发，不知不觉中他们就一起睡着了。藤宫醒来看到真宙还在沉睡，忍不住轻轻摸了摸他软乎乎的脸，然后轻轻晃动他，试图唤醒他。但真宙不但没醒，反而把头埋进他的怀里撒娇。听到藤宫的声音，他并非完全没反应，居然还想闭着眼睛回家。藤宫当然不会让他一个人回去，于是扶着真宙回到了他的家。这还是他第一次进入真宙的卧室，隐约能看到桌上有一个相框，但因为没开灯，看不清楚相框里是谁，他就专心把真宙安置好在床上。这时他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看到是藤宫，又拍了拍身边的位置，示意他躺下。藤宫其实也想躺下，但他们的关系现在还挺模糊的，所以他只是把那个小熊放在了真宙旁边，告诉他小熊会在他身边陪他睡。真宙紧紧抱着小熊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就来敲藤宫的门，他来拿钥匙，同时想问藤宫他有没有看到桌上的相框，但藤宫没看清楚内容。真宙还没放下心，就听他说出了邀请他上床的话。真宙吓得手足无措，开始语无伦次的解释。他说自己真的不是那种人。藤宫其实也没太在意，但还是提醒他，对人尤其是男生要小心，即使是他也不例外。不觉间夏天快到了，他们得换夏季校服了。真宙把丝袜脱了下来，露出光滑的大腿，一早就跑来给藤宫看，因为想让他第一个看到他夏季制服的样子。这样直接和大胆的真宙，藤宫完全没法抗拒。现在的真宙似乎也变得开朗多了，一有机会就开始和藤宫调情，还故意夸他可爱。藤宫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低头凑了过去。就在快要接吻的时候，突然伸手阻止了，然后有点强硬的提醒真宙，下次再那么说就不只是手挡住了，而是会用嘴。以为真宙会因此退缩，没想到他却用行动回应了藤宫，直接说现在就可以，并且亲了上去，只是轻轻的吻了一下，然后快步跑回了自己的房间，让藤宫差点认为自己刚才只是在做梦。他们俩之后就没有再提那事了。体育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千岁是负责人之一，听说真宙和藤宫都报名了借物赛跑，看来千岁又要开始捣乱了。体育节的现场，少男少女们都在尽情展示他们的活力和热情，连平时冷漠的藤宫也被带动着变得活泼起来。随着千岁的指令，借物赛跑正式开始。藤宫拿着自己的纸条展开看了看，正寻找目标时，真宙突然拉了他一下，原来他就是真宙要找的物品。于是藤宫也只能和真宙一起奔跑了，因为他的纸条上的人也是真宙。最终他们一起冲过终点。千岁当众检查他们的借物项目，藤宫的纸条上写的是你认为美丽的人，显然选校花真宙最合适不过，而真宙的纸条上写的是重要的人，这等于在全校学生面前公开他们的特殊关系。连藤宫都不禁吓得瞳孔收缩，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真宙了。果不其然，回到教室，藤宫就被男生堵住了，他们都显得很不高兴。还有那个新年时和真宙一起去神社的男生，究竟是不是藤宫呢？现在藤宫只好把他和真宙的事坦白的说出来，因为他们是住在隔壁的邻居，所以才逐渐走得近，互相都视对方为重要的人，只是目前还没有正式交往。最激动的那个男生问藤宫，他是不是对天使大人没兴趣？藤宫说自己对天使大人确实没兴趣，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叫追名真宙的女孩。这时真宙刚好吃完饭回来，那个男生赶忙问藤宫是不是他喜欢的人。真宙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是反问了一句那又如何？同学们立马站出来为他说话，不明白为什么选中了藤宫这种人，明明还有更好的选择，直接触碰到真宙的逆鳞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藤宫处处都是优点。他笑着反问大家，可不可以具体说说藤宫哪里不行？如果仅仅是外表问题，难道你愿意仅凭外貌来决定未来的伴侣？关键是我喜欢谁需要你们管吗？这一番话让那男生说不出话来。真宙并没有咄咄逼人，而是当众分享了藤宫在他心中的形象。他认为藤宫冷静又温柔，总是能带给他温暖，在他难过时会陪在他身
身边，从不背后说人坏话，也不干涉别人恋爱。最终那帮人灰溜溜的走了，他们确实没资格评论真宙的选择。虽然大家都很喜欢真宙，但他没必要按别人的想法行事。他现在已经完全明白自己，找到了自我，但藤宫却感到很难过。真宙那么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，他却一直在逃避他们的关系。最后藤宫决定晚上回家要和真宙说明白，没想到真宙先开口道歉了。他知道那样公开说话会让大家注意到藤宫，但他还是说了原因呢。他认为藤宫心里明白。说着，真宙抓住了藤宫的手，下一刻他被藤宫拉到了怀里，两人紧紧拥抱着彼此，表达感情。藤宫向真宙坦白，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坠入爱河。因为过去的那些经历，他曾经认为自己不可能真心喜欢上谁，没想到这种想法竟然这么快就被推翻了。但他真的很庆幸自己能遇到真宙，能让他慢慢变得不一样。最初他真的觉得真宙冷漠又难接近，但随着时间的相处和交流，他开始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他，想要接近他，想要从心底里珍惜他，甚至想要他成为自己的人。真宙对他也有同样的感觉。最初他还担心藤宫可能不喜欢自己，但现在看来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藤宫比谁都爱真宙，真宙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喜欢藤宫。在这段真挚的告白之后，两人再次紧紧拥抱，仿佛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。